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应很多观众的要求，今天我们来做贝果。先来制作一个海绵教头，将水用微波炉加热20秒到温热但不超过40度的程度。如果室温很高，也可以不用加热。加入酵母化开。今天我们使用高筋面粉，面粉筋度高，做出来的贝果更有嚼劲儿。如果你用中筋面粉，最好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。加入酵母水，搅拌均匀到没有干粉就行。在室温下发酵1个半小时左右，发酵时间根据室温高低进行调整。我的室温是25摄氏度。接下来制作煮面团。刚才发酵好的酵头体积会增大不少，含水量大，使它自然形成了很多面筋，里面应该是充满气孔，闻上去没什么明显的酸味儿。用酵头发面可以减少揉面的时间，还可以减少酵母的用量，改善面团的风味儿。再加入一点酵母，这个酵母称不出来的话，可以拿量勺量，把它撒在面团上，让面团里的水分浸透酵母，方便它揉匀。加入面粉和盐。我们今天做的是无糖无油的贝果，在家待了几个月，我现在非常需要这种低脂的食物。如果你想放糖或油，我会把用量放在新西兰。将所有材料揉成团，根据面粉的吸水性调节面粉的用量。贝果的面团应该是偏硬一些的。我们先醒10分钟，让面团和水充分融合，再来揉面。醒过的面很快就可以揉搓均匀，就用这种普通揉面的方法就可以。面团水分少，面筋形成的还不好，揉太大力会出现这种裂纹。这个时候你只要轻轻揉一揉，就可以恢复光滑。揉5分钟，抻开看，它只有一点残破的膜。这种硬度的面团手揉基本是不可能揉出薄膜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静置10分钟。如果用厨师机，你可以直接用厨师机低速揉15分钟左右。经过静置的面团，面筋得到舒展，可以抻出一个还可以的膜，不是特别薄。但是贝果对于面团出膜要求不是很高，面筋没有揉完全，表面稍稍没那么光滑，但是口感上区别不是太大。面团的表面应该是很光滑的。发面我们可以找一个体积刚好是面团2倍的碗，这样比较容易判断面团的体积。室温下发到2倍大。作为参考，25度的室温下我发了1个小时。用手指蘸取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不应该回缩或者反弹。将面团按压排气，去除里面的大气泡，然后平均分成8份，每份大概100克。将每份剂子向中间折一折，翻过来搓成一个圆球，底下给它收收口，这样我们的面团就光滑了。盖好醒20分钟，让面团松弛一下，方便后面的整形。烤贝果的温度高，我们提前很久就要开始预热烤箱。一个很浅显的道理，预热到220度比180度需要的时间长，所以要根据烤箱算好开始预热的时间。将面团从中间擀开，2头留着，然后换个方向擀，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长方形。把它翻过来，光面朝下，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卷紧一些，以免中间太多空隙。底下按薄，然后把接口捏合，把它搓长搓匀，大约25厘米长。把接口朝上放，然后从一头剪开大约4厘米的口子，展开，再把另一头包进去。如果你用擀面杖或者手压扁，你会发现接口处总有一块有点细，用剪子剪就不会有这种情况。这样我们的贝果就整形好了。放在不粘的烤盘上，或者放在硅胶垫或油布上，唯独不要放在烘焙纸上，否则纸一湿会粘在贝果上。我喜欢把中间这个孔留差不多3到4厘米大，太小中间膨胀后受热不好，容易不熟。用保鲜膜盖好，防止变干。醒发30分钟，室温高可以20分钟，醒发时间越长它就越松软，反之就越扎实，所以可以根据喜好调节。烧一锅水，加入白糖，白糖可以帮助贝果上色。水开之后将火调小，保持微沸即可。然后将贝果光面朝下放进去，每面煮30秒。煮过的贝果它表面会定型，就不会再膨胀了，而且表皮会有一点嚼劲儿。煮的时间越久，表皮越韧。煮好后捞出来，用厨房纸吸取多余的水分。煮过的贝果表面会皱皱的，但是一进烤箱，里面一膨胀就会把它撑回去了。把烤盘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烤16分钟左右。
中间有必要的话，可以把烤盘转180度，以免它们上色不均匀。到后期如果觉得颜色已经达到想要的深度了，可以盖上锡纸。开烤箱动作一定要快，以免烤箱温度骤降。bagel 出炉之后，先放在烤盘上晾一会儿，等不烫手了再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刚出炉的 bagel， 如果你趁热吃的话，它表皮会有点酥脆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用 toaster 烤一下，这样边边都会变成焦脆的状态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注入灵魂。抹上各种口味的 cream cheese。bagel 的热度会让 cream cheese 稍微融化，表皮吃起来有点韧性，中间是酥脆的，里面是顺滑的。bagel 加 cream cheese 这个组合就是我心中早餐的白月光，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够撼动它在我心中的地位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bagel，请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